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袁。今天我们讲个比较特别的案件，一对夫妇发现自己家里明明没有进贼，屋里的东西却总会莫名其妙的消失，或者是说位置发生改变。而更恐怖的是，房屋71岁的老人居然在家中突然被人杀害。一段时间后，住在这个房屋里的人总是能够听到奇怪的声音。在房屋主人搬走之后，邻居也表示他们多次看到了非常奇怪的事情。故事发生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。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大都市，丹佛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。而我们的男主人公菲利普·彼得斯就生活在丹佛。他出生于1869年，此前是铁路公司的审计员，妻子名为海伦，两个人结婚后就生下了一个儿子。全家人住在西门克里夫街的3335号的一座小砖房里。儿子长大后就从家里搬了出去，和自己的妻子一起住在外地。菲利普非常喜欢音乐，对一种名字叫做曼陀林的乐器情有独钟。从铁路公司退休之后，只要一有空，他就会和朋友聚在一起玩音乐，那小日子过得别提有多舒服了。在1941年9月时，妻子海伦在干活时突然不小心伤到了自己的身体，以至于不得不接受住院治疗。这使得71岁的丈夫菲利普只能独自待在家里。而妻子在住院期间，菲利普每一天都会去医院里照顾她。出于好心，邻居也经常会帮菲利普打理家务，或者是说邀请他一起用餐。他毕竟这么大岁数的人，做很多事情都不方便。10月17号星期五这天，像往常一样，邻居罗斯夫妇准备邀请菲利普到他们家聚餐。菲利普也很爽快地答应了。可邻居罗斯夫人等了很久后，依然没有看到菲利普的出现。不安的罗斯夫人就穿过马路，准备走过去看看菲利普是不是被什么事情耽误了。可当罗斯夫人来到菲利普住所门前时，她却看到房子里居然没有开灯，而且无论她怎么敲门都没有人回应。正当邻居罗斯夫人不知道怎么办时，她刚好就看到了另外一个邻居，所以两个人就从后院的篱笆翻了进去。而当邻居走进房子，打开电灯后，他们就看到了惊悚的一幕。卧室里的菲利普面部朝下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周围还有很多血迹。两位邻居大妈随即就冲到外面，他们的尖叫声立即就引来了周围邻居的注意。几分钟之后，小镇警员詹姆斯就来到了现场。他粗略地勘察了一下房子的情况，查看凶手是否有留下线索。而根据验尸官的检测，71岁的菲利普被钝器击打了37下，厨房、客厅还有卧室的墙上都见有他的血迹。直接断成两半的木拐杖也表明，案发时菲利普曾和凶手发生过搏斗。根据两位报警邻居的说法，他们当时是通过后门进入房子的，因为当时房子其他窗户和有门都被关着，但是没有被强行撬开的痕迹。搜查过程中，警员在一个卧室的衣柜上面发现了阁楼储物室的入口。这个入口长大概在15英寸，宽8英寸左右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法打开。起初警员也觉得有点奇怪，好端端的阁楼入口怎么就打不开呢？但考虑到是菲利普夫妇住的房子后，他们就认为应该是因为两位老人身体不方便，不太可能会使用阁楼放东西，所以就把阁楼入口给封了。而最重要的是，这个入口太小了，成年人呢是不可能钻过去的。警方起初怀疑凶手的动机是抢劫，但如果是抢劫，那卧室里很容易就搜得到的200多块美元现金怎么还会在那里呢？所以事情不太像是盗窃案。而在住所其他地方，警员还找到了400多美元的现金，这意味着抢劫的可能性更小了。杀害一个71岁的老人，既然跟钱没关，那就只剩下报复这种情况了。但是邻居告诉警方，菲利普夫妇为人随和，在小镇上人缘非常不错，他们在这里住了几十年时间，也从来没有听过他们和其他人有什么深仇大恨。3天后的10月20号，警方就有了怀疑对象，第一个嫌疑人是被小镇警长直接逮捕的，
这个男人有抢劫和盗窃的前科，当时他被发现穿着一件价格非常昂贵的深蓝色外套，与他平时的衣服格格不入。警长对他的住所进行了搜查，但是没有找到属于菲利普家中的任何东西。而且这名男子已经64岁，个子也非常的矮，身体呢也非常虚弱，没有能力和菲利普发生像案发现场那么激烈的打斗。而第二个被警方逮捕的人，情况与前面那位男子就非常类似，他是一名乞丐，期间在丹佛北部挨家挨户乞讨，但是后来的调查证实，凶手不可能是这个乞丐。那当然，虽然当地警方在案发后第一时间介入了调查，但是他们连谋杀背后的动机都没法确定。就像俗话说的，一番调查猛如虎，一看结果250。案发4个多月后的1942年2月1号，菲利普68岁的妻子海伦就出院回到了住所。丈夫的突然遇害让她难以接受，前几天还在医院陪伴自己的丈夫，怎么突然就一声招呼不打就先跑去见了上帝呢？看着已经和丈夫度过40多年的房子，海伦总是忍不住触景生情。在儿子的支持下，海伦就雇了2名保姆照顾自己。可短短几个星期之后，海伦就再次不小心摔倒，以至于不得不再次住院。在医院躺了2个多月后，她就回到家中，继续被2名保姆照顾着。然而没过多久，其中一个名为爱迪丝的保姆就表示，她觉得海伦夫人的房子经常会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，例如自己整理好的食物或者是餐具总会被重新摆放，自己放好的报纸经常会突然莫名其妙的失踪。他询问海伦夫人是否有看过报纸或者是说动过餐具，但是海伦夫人一口就否定了。对这个回答，起初爱迪丝并没太在意，他以为海伦夫人看了报纸后是没有放回原处，毕竟他已经年过花甲，记性呢可能也没有以前那么好。可后来发生的事情让爱迪丝觉得，也许海伦夫人真的没有动过这些报纸和餐具，因为她坐在凳子上休息时，经常能够听到墙壁里传来异响。爱迪丝把这些怪事告诉给另外一名保姆，说自己确实在空荡的房间里听到了微弱的脚步声。其实对于爱迪丝说的这些事情，另外一位保姆不以为然，但直到他开始在海伦夫人家里值夜班时，他才发现这房子好像确实有点奇怪，尤其是在晚上夜深人静时，总是能够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。一段时间后，2名保姆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担心受怕的感觉，就把事情说给了海伦夫人听。海伦夫人表示，我的耳朵不太好使，你们说的这些怪事啊，我一点都不知道。不过从2位保姆严肃还有不安的表情中，海伦夫人认为他们不太像是在撒谎。不过她也没太在意，她毕竟死去的人是自己的丈夫。虽然经常有怪事，但还好这2位保姆经常会互相壮胆。直到后来某天，爱丽丝在无意间听到了从楼梯里传来的敲击声。这声音之前她也听过，但她一直以为是外面飞进屋里的啄木鸟。那这一次，她就悄悄从厨房里走出来，然后拐到楼梯间的门口观察。当门慢慢打开时，她看到了一条腿，还有一只又瘦又白的手。不出意外，屋内马上响起了爱迪丝的尖叫声。接着这双手的主人立即就跑上楼梯，之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接到报警后，警员马上就来到了现场。尽管他们搜查了整个房子，但是依然没有找到任何东西，尤其是爱迪丝所说的那双又白又长的手。在爱迪丝的强烈要求下，2名警员就在房子里待了48小时，但还是没有发现入侵者的证据。这件事情过后，保姆爱迪丝就直接辞职了。而几天之后，另外一名保姆哈蒂也离开了这所房子。他告诉记者自己不会住在闹鬼的房子里。到了1942年5月，也就是2位保姆辞职的几天之后，海伦夫人的儿子就说服母亲搬过去和他一起住。搬到儿子家里的第2个月，海伦夫人就停缴了老房子的水电费还有其他费用，并且直接把房子的钥匙留给了警方，你们想怎么查都可以。离开老房子对于海伦夫人来说，她多少有点不舍，因为她和丈夫已经在那里生活了40多年。这里面承载着他们的各种酸甜苦辣，
因为这间房子他们认识了很多有趣的邻居，可现在房屋不但空无一人，还经常发生莫名其妙的怪事。然而令人更加不安的是，即使海伦夫人已经离开，可房间里的怪事仍在继续。邻居告诉警方，有时候他们会发现屋内的百叶窗居然会动，时而被摇下，时而被打开。这些怪事和菲利普的命案叠加在一起后，难免不让人怀疑，难道惨死的菲利普复活了吗？难道这间房子真的有不干净的东西吗？在后来一段时间，这位邻居直接表示，他们有几次在晚上时看到屋内有影子在四处走动。财政警长被这些电话也是搞得有点怀疑人生，你们一个个的是不是产生了臆想症呢？但是每一次接到民众报警后，他都会出醒，可是每一次看到的都是空荡荡的房间。为了安抚紧张的民众，小镇警长就直接派2名警员在房子外面蹲守了5天，但是依旧一无所获。海伦夫人离开后，巡逻队每天都会检查房子，有时呢是因为收到了窗户里有动静的报告，有时呢只是出于惯例进行巡查。媒体也很快注意到了这所房子的奇怪现象，并开始称这起凶杀案为鬼怪谋杀案。而在媒体的报道下，菲利普的这所房子就成为了鬼屋。1942年7月30号，也就是海伦夫人搬走了2个多月后，2名警员在西蒙克里夫巡逻，他们把车停在了海伦夫人这所荒废的房子前，然后按照惯例进去搜查。然而这一次，2名警员同时听到了楼上传来的微弱声音，顺着声音，2个人连忙跑上楼梯进入卧室，结果在衣柜上面的阁楼入口处，他们看到了一双露出来的人腿，这让他们吓了一跳。他们马上抓住这2条腿，然后拉出了一名男子。当时这个男子面色苍白，营养不良，全身上下都非常的瘦弱，还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。用其中一位警员的话来说，就是如果不是在白天看到这人，我会真的以为他是一个吸血鬼。面对警员，这名男子说自己的名字叫做马修·科尼什，在1941年从纽约州搬到了丹佛，是一家广告公司的员工。在将这名男子带回警局后，警方就立即审问了他。程序室里，他一直坚称自己叫做马修，直到警员给了他汉堡还有咖啡充饥之后，他才说出自己的真实名字西奥多·爱德华·科尼斯。根据资料，1882年，爱德华出生在伊利诺伊州的梅纳德县，他的父亲是一位加拿大的移民，经营着一家五金店，而母亲则是一位家庭主妇。一家人原本过得很幸福，直到1888年时，爱德华的父亲突然去世，这对母亲来说是个非常大的打击。她带着年幼的爱德华搬到了威斯康星州。几年之后，爱德华就被医生诊断出患有肺结核，这让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直接雪上加霜。但是对死亡没有什么概念的爱德华，他对自己的病情似乎一点都不在意。他非常喜欢棒球运动，但是他的母亲却鼓励他走向柔和的音乐事业，毕竟棒球是一项很激烈的运动，别打着打着就把自己打到了上帝那里去。当邻居的孩子们都在学校操场挥舞着球棒的时候，爱德华只能坐在家里，被母亲过度的爱呵护着。在母亲的建议之下，爱德华就开始学习弹奏曼陀林乐器。后来医生就告诉他的母亲，你儿子可能活不过18岁，所以在种种原因之下，爱德华就从学校辍学了。后来他跟随母亲搬到了丹佛，而在这里，他的母亲给人当保姆挣钱养家，同时用丈夫去世后留下的钱财维持生计，继续让爱德华学习音乐。然而不幸的是，没过多久，母亲就遇到了一个骗子，对方说服她投资了一些证券，还偷走了她丈夫留下来的钱财。迫于生计，爱德华就找了一份兼职，帮助家里度过难关，但是他的生活过得还是非常的惨淡。1911年时，他的母亲突然去世，留下了心碎还有孤独的爱德华一个人在世上。因为音乐，爱德华认识了菲利普还有海伦，也就是前文经常发生怪事房屋的主人。菲利普和爱德华都是同一个曼陀林俱乐部的成员。菲利普夫妇注意到爱德华在母亲去世后生活过得非常的困难，所以就经常邀请他共进晚餐，还有鼓励他要坚强。
在朋友的介绍下，爱德华就成为了当地电力公司的管道工助手。爱德华在工作中可以说表现得相当不错，但是呢，他不想一直这么干下去，他希望有一天能够创立自己的广告公司。然而事实证明，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生意。创业失败之后，爱德华就离开了丹佛，走过了美国很多地方，从事过很多工作，例如保险，还有广告销售等等，但是每一样都干不长久。经历一番社会的毒打之后，爱德华就变得有点孤僻，他认为这个社会对他非常的不公。在1917年，他试图在德州发展廉价的汽油株式生意，但是又一次失败了，而这一次破产使他彻底成为了一个身无分文的穷人。而当他再次回到丹佛时，他已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乞丐。他的第一站打算去看望他的老朋友菲利普一家，尽管已经将近30年没有见过他们，但是爱德华知道自己去找他们要顿饭还是没问题的，毕竟这么多年以来，菲利普夫妇对他一直都相当不错。1941年9月，59岁的爱德华就来到了菲利普夫妇的住处。那一天，他看到菲利普和邻居一起离开，因为菲利普要到医院看望妻子，所以还没等到菲利普回来，爱德华就要到后院，碰巧后门没有上锁，所以他就直接走了进去。他在里面吃了一些食物，然后在房子里面逛了一会儿。而在一个卧室里，爱德华就发现衣柜的顶部有一个15英寸长、8英寸宽的木板，它是一个通往阁楼的活板门。因为身材瘦弱，他很轻松就爬进了阁楼。在阁楼看了一下之后，他就认为这里很适合他过冬。而在寄生菲利普家中的几个星期时间里，每一次菲利普离开之后，爱德华就会从阁楼里下来，然后在房子里面走动。爱德华其实并不知道海伦夫人的病情，但是他巴不得菲利普直接住在医院里照顾他的妻子。而每天晚上，爱德华会通过一个孔洞听着阁楼下面的动静，直到确定菲利普打鼾时，他才会爬出来去冰箱拿一些东西吃。有时候如果冰箱里面食物很多，他会带一部分到自己的阁楼里。他还修好了菲利普家中的收音机，在无聊的时候会戴着耳机听一下广播，消磨一下时光。但是时间一久，收音机已经没有办法满足爱德华了。他总是想着做着一些刺激的事情来刺激自己。他开始跟踪菲利普在家里的活动，有时候呢，他甚至会故意下楼和菲利普玩猫抓老鼠的游戏。10月17号下午这一天，爱德华以为菲利普又离开家里去看望妻子，所以他就从阁楼下来，准备去厨房拿一些食物充饥。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菲利普只是在睡觉，厨房里的噪声直接吵醒了他。当两个人直接相遇时，他们都惊呆了。虽然爱德华拼命解释说自己是你之前的老朋友，但是菲利普根本就没有认出他，因为在过去的30多年时间里，爱德华的容貌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。在扭打期间，爱德华就注意到墙上有一根铁棒，他抓起来直接往菲利普的头上敲去。从地上站起来的菲利普就想去餐厅打电话报警，因为害怕事情暴露，爱德华就直接追了过来，继续用铁棒敲打了菲利普，直到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那之后，爱德华就把铁棒清洗了一下，然后就拿了一些食物又回到了自己的阁楼。2个小时之后，他就听到楼下有一些动静，因为这个时候邻居发现了躺在地上的菲利普。而菲利普的死亡并没有直接吓走爱德华，相反，从收音机里听了警方的调查进展后，他觉得自己可以继续藏在阁楼里。加上海伦夫人听力有问题，所以自己的活动将会更加的方便。只不过因为没有暖气，阁楼会有一点冷。审讯过程中，爱德华告诉警方，在10月17号，警方第一次发现阁楼入口木板时，他当时就坐在上面，用他的身体把它压住。而当时调查该案的警员就认为这个口子太小的，一个人不可能钻得过，就忽略了它。那就这样，爱德华在阁楼里顺利待了10个多月。在这10个多月里，阁楼要么就是太冷，要么就是太热。而当警员第一次看到阁楼空间时，他们彻底被惊呆了。爱德华所寄生的阁楼是一个3棱柱的空间，高度只有27英寸，底边的宽度只有54英寸。爱德华大部分的日常活动
都是在这2张木板上进行。可能直接这样说大家没什么概念，但是大家可以对比图片中左侧的人头，那试想一下，这么狭小的空间里，两侧还要放一些生活物件，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那估计比躺棺材还要难受。还好爱德华的身体非常瘦弱，加上部分时间他可以下楼活动，不然真的不敢想象他是怎么忍下来的。1942年万圣节时，丹佛法院就做出了判决，爱德华被判处终身监禁，要在科罗拉多州监狱进行劳改。而在宣布判决之后，爱德华直接就当着检察官说，我现在感觉到安全了，因为我将住在比以前好得多的房子里，而且每一天都会有定时的一日三餐，我再也不用忍受阁楼里的冬冷夏热。事情曝光后，菲利普这所房子的闹鬼传闻也直接不攻自破。在监狱里享受了25年的 VIP 待遇之后，1967年5月16号，84岁的爱德华在监狱里突然去世。那其实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幽灵，更没有所谓的密室悬案，有的只是还没被发现的真相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